位好，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咱們來玩官方新出的這一套 AMT02的衝雲霄。哇，一開盒就能感覺到這種華麗麗的狀態啊，非常漂亮的塗裝，在獸型的包裝下，3層的吸塑配件量也是非常豐富的。但是好在這麼多的配件，它全部可以搭載到人形和偽裝形態下，也是不錯的一種收纳方式。我們先來看主體的這個利爪獅子的形態，感觉還行吧。做的還可以啊，包括它的用料啦，整個拿起来的分量都是非常扎實的。這個系列整個的做工水準，我覺得都是那種超 MP 級別的。你話說回来，現在的 MP 質量又如何呢？对不对？但是從上一款的热破和現在新出的02款冲雲霄來看的話，哇，這個塑料啊、精度啊，包括塗裝啊、水口控制這些，真的很精美，屬於收藏級別了。大師級当年就被譽為收藏級，結果品控越來越拉胯。而現在的 AMT 系列啊，我覺得真的非常不錯。背後背着2把大宝剑，這裡擼着2個手，我們先把它拿下來。獅子的嘴巴可以打開，裡邊還有獠牙的刻畫和嘴泡，眼睛單獨的塗裝。鬃毛這些地方的塗裝以及邊緣的這小點點啊，都有刻畫出來，真不錯呀。但是獸形總感覺怪怪，就很方正的那種，其實有一點像 G1 老玩具的那種畫風味道了。而且前方的爪子這裡露着2個拳頭的動手，就感覺遮蓋的隱藏性一般般。尾巴是用整個的武器插上去变出来的。其實從這個位置可以看到，老玩具的獅子尾巴就是從這樣翻出來的，然後折疊到了褲衩的中間。廢話不多說，我们開始變形。先把2個泡給它摘下來。注意在根部這裡有一個翻動的轉軸，給它摳出來90度，還挺緊的。順着屁股後邊解鎖開側面槍的卡扣，它左右2個扣子插的還挺深的。然後和裆部中間這裡還有一個接口，把它拿下來。槍的造型和塗裝，利爪的這個做的會更加的細膩一些。一大拖4小的隊形，獅子差不多在15公分左右。先把這一塊折上去。然後把鬃毛整個向上翹起來一定的角度，下方的這一片鬃毛順着根部的雙段關節給它拉出來，這個地方挺緊的，稍微的掏一掏，整個騰開空間，把腦袋旋轉180度，再扣到這面去，整個立起來，肩膀的位置打出來，然後把胳膊掰直，它這一段關節這裡是一個8棱的軸啊，起到了一個定位的效果。放到正確的角度上，拳頭扭正，然後記得肩膀的位置根部有一個雙段的關節，拉出來以後往上提，搓動一下，這一塊是一個合金的關節啊，做的還是非常結實的。2條胳膊都搞出來之後，再把這個肩帶繼續往後放，扣在背包上，後邊有插扣。人的頭部從裡邊90度翻折立起來，不要忘還有一個小細節，後背有一個堵空洞的板子，把它立起來。這個小細節都想到了，好評。腿部的齒輪關節2段直接掰直，這個齒輪是沒有任何虛位的，非常的扎實，真好。腳踝這個位置也有齒輪關節，我們把腳尖翻出來，你看看誰說官方做不好齒輪關節啊？你只要成本夠的話，這玩意兒你看做的多扎實。回想一下 MP44 插出去，側面這裡有一個鎖扣，打開以後把這個套筒翻下來，讓小腿加粗。2個肩膀後方有插孔，用剛才我們翻出來的這個扣子掛上2個肩炮。手腕的這一塊組合關節用這個方孔給它插進去，然後扭一下。雖然折不到底，但斜着擺放的這個造型還有一點披風的流蘇那種感覺。利爪到人形的頭部18公分左右，個頭來說其實還是不小的，而且整體來看身形的一個匀稱程度也還可以，跟這個系列01號的熱破擺一起對比一下，身高差不多。下一款我們來看這個猛虎，造型方面來說，獸形的狀態下彎腰塌背的這種感覺有做出来，尾巴是用腳尖的这2個合金零件模擬出來的，挺粗挺扁的一個造型。背後的這個炮，我們先給它滑槽摘掉，側面的武器插口摘掉。
嘴巴這裡可以開合，獠牙這裡有刻畫出來圖中的效果。四肢的可動性，關節做的還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一段在折動的時候就斷開脫肉了。肩膀這一塊的位置，因為是人形的一個變形關節啊，也是可以張開的，所以可以把字接地。後腿這裡也有多段的活動。變形第一步，我們先把這條腿捲起来，注意這個爪子掰一下，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和上方扣合。往回旋轉的時候啊，這裡有一個凸起的卡點和這裡的一個方形，準確的說是三角形吧。定到了位置以後，它把這一塊就锁住了。脚後跟跟这樣掰过来，這兩塊是合金的零件，材質方面這一套做的都是相當帶感的。前肢這裡我們要把爪子整個的收進去，所以在做這一步之前，肩膀的位置先給它雙關節往上提，哎，很緊，把它拉到平的狀態。但是這些地方都是合金的零件啊，而且穿了鉚釘進去，整個的瘦腿我們撇到後邊的凹槽裡面收納起來，接着整個往開。折90度，把裡邊的拳头翻出來。不論是獸形還是人形，在曲肘的時候，這一塊都會脫肉啊，斷開的這種效果特別的明顯。我們順着這一塊裡邊的轉軸，整個把上半身90度擰過來，腿部左右的插扣打開，拉開這塊看一下，在胯部的根部又有一個向下拖的雙段關節，把它拉平，同時還把胯部加寬。然後膝蓋的位置，從這一條腿看吧，裡邊是一個 Z 字的雙段關節，把它拉起来，讓腿部加長。不過這一款啊，從腿部內側這裡會看到兩個很大的窟窿。背後這塊合體關節，我們把它90度翻下來，裡邊也是齒輪的定位，合體的肩膀部分嘛。而且這個你看也是沒有虛位的，特別的扎實。這一塊也是一個合金的零件，真好。頭部90度翻起來，但是感覺這一款的人形身材比例就有一些怪了，四肢和身體是同一個比例的，所以這一款的人形其實等於是妥協下來的，保了合體形態，最主要是保合體形態啊。獸形還行，可以接受，但是人形有一些差強人意了，斷掉的手肘、偷膠空洞的腿部以及怪怪的身材比例。但是好在關節的處理都不錯啊，該有的可動也都是一絲不苟的。下一個手臂的成員大鵬，哎，這個鳥的形態，就感覺後邊這一塊會特別的累贅。其實可以把它想象成尾巴，就是粗了點。武器搭載在這個位置，我們把它摘下來。倒是大鵬沒有什麼合體的其他配件搭載，哎，瞎說啊，合體背包的翅膀不是他的嗎？順着這一塊的扣子，我們先往下拉一點點，脫開背部這一塊連接的地方，把它180度翻折上去。然後裡邊的一個雙段關節，把這個鳥爪子先往上靠一靠，整個翻轉過來，用鳥爪子變成膝蓋的部分。左右打開，和猛虎一樣，順着胯部這裡往下拖一個雙關節，胯部加寬，腿部也做到了一個調長的姿態。前腳掌、後腳跟是合金的零件，我們把它翻出來。但是很明顯的感覺到胯部這一塊，因為是沒有齒輪，而且這個軸啊不是特別的緊，加上這個背包實心的很重，所以呢，站立支撐的穩定性就差些意思了。說明書的变法呢，讓你把翅膀旋轉180度，撇到後方。這個樣子在後邊這裡做了2個腳架進行支撐，你就能站穩了。胳膊順着側面這裡先掰起來90度，然後它在裡邊藏着啊，我們把這一塊旋轉一下，再拉出來，拧到正確的角度上，拳頭轉正，頭部往上翹，嘴巴這裡打開，這塊插得特別的緊，而且這個臉部鎖到了最下方，會有一個吧嗒的鎖定點。相對來說，這款的人形會比猛虎好一些啊。腿部內側這裡也沒有那個大面積的偷膠空洞，因為有鳥爪子進行填補。但這個位置其實並沒有什麼鎖定的地方。膝蓋這裡在折動的時候，可以把鳥爪子稍微往下掰一掰，進行一些遮蓋。野牛左右背着2個大腳板，我們把它掰下來。槍插在肚子下方，先拿掉。
牛蹄子在這裡先旋轉這一節，把這個角度折過去，根部這裡是有扣子的，找準了再插上，然後後腿直接翻折上去，对準，整個打開後邊2個插扣的位置，90度旋轉下来腿部就可以了。2個腳丫子合金的零件180度翻出來，左右打開。胳膊的变形也很简单，直接打開，把這一節翻轉180度，裡邊的小拳頭摳出來，頭部旋轉180度，上方的這個帽檐掀起来，然後把牛角往前旋轉，最後把合体的大脚可以搭载到肩膀上，也可以像刚才变形的时候掛在腿部。看自己的需求去进行更换，唯一就是小臂這一塊裡邊翻出胳膊以後的偷焦空洞和這個統一的四肢成员斷胳膊肘的現象。腳丫子的面積会很大，所以掛上了2個合體的大脚板以後，站立的支撑穩定性也没什麼太大的問题。涂裝方面做的很細膩，我很喜歡肚子這一塊的網格狀塗裝，這個樣子。其實這2款的獸型做的都不錯，雙腿的成员獸型保證的很好。武器摘下來，這個可摘可不摘，直接一體变形吧。後邊的小腿同樣折疊收回去，掰開前蹄的位置，從裡邊翻折出來小手。和野牛的变形不一樣，犀牛的肩膀旋轉90度以後，根部有一個滑槽，我們往起提一下，左右肩对比一下，提起來自然精神了很多。然後打開這個炮架子，順着這裡依舊摳開90度翻轉下來，把2個小腳丫合金的折過去，這塊的軸都挺緊。腿部打開，腦袋有2種方式啊，先把這個牛頭往後掰90度，旋轉過來。當然，為了還原記憶玩具造型呢，你還可以把這個頭盔給它戴上。背後的這個大炮呢，我們把它稍微斜着點，搭載到肩膀上。相對來說，這個犀牛的人形身材比例啦，包括一些細節了，做的會更好看一些。唯一的問題也是小臂內側的偷焦空洞和斷胳膊肘，這個尺寸就差了好多呀。单體的人形高度基本上都在12公分左右吧。但你真要說这個 AMT 的中云霄是什麼比例呢？這還真不好說。你可以把這幾個小的理解為指揮官級、童子軍級，但是不至於到傳奇級啊。這個大的怎麼也得到了現在所定義的 L 級了，但擱以前也就是個 V。所以真要說起來，你要配比例的話，其實這一套不是很合適啊。不論是從官方的哪個系列，或者說和自家同系列的 AMT 來說，這4個成员看起來都尺寸小了更多。就如同曾经 MP 線剛開始的時候啊，這個還是不存在比例的概念的。畢竟最後這一套主打的還是它的一個合體的美型度。那我們來開始進行組合。